大家好，我是尼克拉斯杨。今天这一集可能是我们频道有史以来的最诡异的一集。之前我在玄奘不敢讲的秘密里面提到，玄奘亲口说过，他一个人穿越罗布泊的时候，经历过极度高温，看到幻影，不断听到有人说话，而且还被沙河蜥蜴人攻击等等非常玄幻。很多朋友留言说不敢相信，都说这是传说。但是我们优秀天才团的粉丝们就给我发来了大量资料，我一看震惊了。这些资料是最近10几年才发生的真实案例，而且里面每一个案例都可以证明玄奘说的关于罗布泊的里面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因为最近有很多外国朋友给我留言，想看看我的新节目，所以今天我就采用新的字幕方案，大家点击右上角的 CC 就可以找到你想要的语言字幕了。别忘加入我的会员频道，看更多的秘密。沙河中多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志耳。这是1600多年东晋大师法显在《佛国记》中穿越罗布泊的时候的记录。300年后，玄奘法师偷渡逃出玉门关，准备进入罗布泊的时候，有个胡人老翁警告他说，罗布泊鬼魅热风，过无达者，途旅众多，游疏迷失。玄奘不怕，继续前行，但是后来却说，时闻歌啸，或闻嚎哭，视听之间，恍然不知所至。至沙河间，逢诸恶鬼，其状异类，绕人前后，虽念观音，不能令去。根据法显和玄奘在1000多年前的记载，我们可以总结出，在人类穿越罗布泊的时候，就会遇到3种灵异事件。一是鬼魅热风，二是歌啸嚎哭，三恶鬼异类。这3件事情一件比一件离奇，而且每一件都会置人于死地。更加恐怖的是，这3件事情很可能都是真的。我一会儿给大家慢慢讲，全部有引音资料。之前我就在影片中警告大家不要去罗布泊旅游，最好任何沙漠旅游都不要去。但是有人还给我留言说你是谁就会胡说。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请听我一件一件的给你解释。听完的话，如果你还要去，而且能活着回来的话，请一定要跟我直播连线，我当场隆重表达对你的无比敬重之情。好了，第一件，我们先破解罗布泊的鬼魅热风。死去的人不会说话，活着走出罗布泊的人带出来的只是传说。法显说鬼魅热风，过不达者。玄奘说风起则人畜昏迷，因已成病。所以鬼魅热风到底是什么，我们可能永远都不知道。因为玄奘都和法显从罗布泊走了出来，所以他们肯定没有遇到鬼魅热风。如果遇到了，到现在可能就没有《西游记》的故事了。所以推测罗布泊里面的这种风一定不是高温中暑，而是一种温度极高的烈风，可以瞬间烧焦皮肤。这个结论来自最近几十年在罗布泊发生的3起死亡事件，而且在最近的2023年罗布泊失踪事件中，4名探险者被找到的时候，全身都出现浮肿，而且面部发现碳化焦黑的情况。这是一个尸体，看是不是老贾？这就是人，是谁？是谁？脸都黑了，是谁？是谁不知道。停！我把你们2个拍下来了，已经拍下来了。这个影片是2023年7月29日13点11分，由来自敦煌的搜救队在罗布泊外围的库姆塔克沙漠发现的。死者是一名经营罗布泊旅游生意的贾姓向导。后来搜救队又在向导遗体西南方3.2公里的地方又发现3名尸体，2男1女，面部全都出现碳化焦黑的情况，非常恐怖。这次事件就是2023年的罗布泊非法穿越4人死亡事件，死者分别是导游贾某、车队维修工，还有2名来自四川的游客。他们死亡的地点和时间也非常诡异，因为这一片沙漠也是中国科学家彭加木在1980年死亡的这片沙漠。彭加木的纪念碑距离他们有80公里远。这次事件整个看来就和电影《死神来了》一样，一路上出现各种不幸的巧合，但是这种巧合叠加起来，
最后就造成了4个人突然死亡。但是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这里面的所有的巧合其实它都不是巧合。2023年7月22日，向导贾某在没有获得任何许可就组织了10辆车，一共23人，从一条叫做巴龙沟的山路偷偷进入罗布泊的库姆塔克沙漠。然后7月23日，车队中2辆 6.2T 的道奇皮卡公羊和一辆丰田陆地巡洋舰没有油了，导游就去开车很远的地方去取油，取回之后就赶紧加油，但是回来加完之后发现，本来这些汽车应该加95号以上的汽油，但是导游却给加上了92号，这就导致2辆道奇全部熄火，丰田能开，但是动力不足。然后不知道是修理工还是导游又想出一个主意，给白色的道奇中再加95号汽油中和一下，但是他们加完之后发现他们加的是柴油第二次失误。加完柴油之后，修理工又想拆油箱放油，但是在他清理油箱的时候又把油管给弄破了，白色道奇彻底报废，这是第3次失误。之后估计他们这几车的人就开始出现争吵，想要回去，于是白色道奇上的56岁男车主和36岁的女友就跟着向导和修理工坐着江淮皮卡走另外一条路，从沙漠东面离开，并没有原路返回，不知道为什么。之后问题就来了，江淮皮卡不幸陷入沙漠，无法开出来。这时候他们发现皮卡上既没有卫星电话也没有水，这是第4次失误。就在这个时候，导游贾某决定下车徒步往沙漠外去寻找帮助，但是一去不回。后来第二天天亮，江淮皮卡上就剩3个人，发现导游没有回来，就开始慌张，开始纠结。可能就是这种恐怖和纠结的心理下，就驱使他们3个人最后决定弃车徒步。然后他们3个人在大约走了4个多小时的之后，他们就在皮卡的东方偏南 7.8 公里处全部死亡。根据后来新闻报道，这4个人死亡之后全身焦黑，仿佛被火烧一样，非常诡异。图片我就不上了，比较恐怖，现在网络上还有很多。所以这次案件就出现2个诡异的问题，一是什么导致他们连环失误，然后最后径直的走向沙漠，一下全都挂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在沙漠死去的时候为什么出现身体焦黑？难道这是传说中的鬼魅热风？其实这次事故还有3个人活下来的，3个男人，他们就是待在车里一直等了3-4天，结果救援队就来了，他们就获救了。我们带着这个案件的疑问再看另外一个案例，看完之后大家就会发现里面有很多诡异的共同点。第2个案例就是发生在1996年6月13日，在罗布泊无人区死亡的中国徒步第1人，非常著名的于纯顺。于纯顺是中国90年代的探险家，他徒步走过4万公里，在当时非常火。1996年6月6日的时候，电视台和当地就给他举行了送行仪式，然后他在6月11日早上开始出发。其实出发前，电视台和探险队的工作人员都已经给他规划好了路线，为了防止意外发生，他们在这个路线上就埋了很多水跟食物点。但是等到6月11日于纯顺出发之后，不知道为什么他并没有沿着规划的路线，在一个叫做丁字路口的地方往西走，他是往东南走，在一个沙漠土丘下诡异地搭起了帐篷。之后几天，摄组发现于纯顺并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出现在之前计划的路线上，于是他就赶紧联系政府直升机开始寻找。然后在7天之后，救援队在离丁字路口2公里的一座沙丘旁找到了一顶蓝色的帐篷。救援队一下飞机就大喊于哥于哥。就当他们靠近帐篷的时候，突然他们闻到了一股恶臭。在他们揭开帐篷的时候，发现于纯顺已经死亡。当时记录他死亡的景象是满头都是湿漉漉的高温蒸发出的油，不是水。然后他全身都被高温烫出了水泡，非常奇怪。法医鉴定于纯顺死亡的原因是急性脱水导致的全身衰竭死亡。然后还有个诡异的地方，就是搜救队在于纯顺死亡的帐篷旁边发现了一把出鞘的藏刀，然后刀鞘
无翼而飞，没有找到。整件事都非常诡异，其中的疑点就是为什么于顺顺没有在丁字路口往西走？是什么让他错过了丁字路口？第二，他到底在沙漠中遇到了什么，让他拔刀出鞘？然后第三点就更加诡异了，为什么他身上有高温烫出来的水泡？当时于顺顺死亡的时候，离最近的补给点只有3公里，里面有一整箱矿泉水，还有一整箱的食物。所以这整件事都非常诡异。1996年于顺顺和2003年的罗布泊事件都有2个共同点，第一就是罗布泊可能会让人的意识或决策出现重大影响，出现判断力失误，而且是不断的失误，这个可能就是所谓的鬼魅，我一会儿会详细讲。另外还有一个点就是他们可能都遇到了极度高温的烈风，温度可能达到200-300摄氏度，这个就是唐玄奘说到热风。我猜测热风是一种对流天气，就是当罗布泊里的地表温度达到70度的时候，再加上风不断在一个地方循环的这么吹，可能就会出现类似空气炸锅的效果。这个时候人一旦进入这片热区，一下就咔嚓晕倒了，甚至会被烤熟。这种现象会出现在6月和7月份罗布泊最热的时候出现。大家要是不信的话，可以谷歌一下彭加木死亡时间，1980年6月17日。法医推测于顺顺死亡时间是1996年6月13日。2023年4个人死亡的时间是7月25日，都是发生在罗布泊最热的6月和7月。当时于顺顺就是太自信，说自己要打破6月不能走出罗布泊的魔咒，所以他就死在那里。我刚才说的罗布泊的热风类似空气炸锅的现象，这个也不是瞎说的，它全部被详细记载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当时马可波罗从意大利出发，进入一个沙漠港口，叫做霍里摩兹城，这里就是现在的霍尔木兹海峡。当时来自印度和阿拉伯的商人全部在这里聚集非常繁华。但是他发现这里所有呼里木兹城里的人在夏天全部会离开城市，一个不留，他们都会跑到河边打上木桩在木桩上盖房子，这房子下面就是水，然后上面就是阳棚挡太阳的。然后这所有的人在夏季的早晨9点到中午12点1点这段时间从来不出门，只在家里躺着。为什么？因为他们必须保命，随时跳入水里。马可波罗写道，因为此时有一股风从内地吹来，炎热非常，可以使人呼吸困难，甚至窒息而死。所有在沙漠或平原中被这股风袭击的人，没有一个可以幸免。这里的居民一旦发觉热风将要刮来，就迅速跳入水中，让水一直没到下颚，等到热风过后才敢跃出水面。大家看风来的时候就得跳到河里，否则就会被热风烫死。但这不是最恐怖的，马可波罗接着说，有一次呼里摩兹城的人们都在夏季上水上避暑，这时控制霍尔木兹地区的一个大王叫做曼王，想要呼里摩兹人臣服于他，但是呼里摩兹城人就是不想给曼王进贡，于是曼王就在他们全部出城，在河上避暑的时候派兵进攻他们。当时他一共派了1500名骑兵和5000名步兵，就在他们准备进攻呼里摩兹城的时候，他们遭遇到这股热风袭击，全体官兵都窒息而死，没有一个人能逃出来，将这个悲惨的消息报给他们的君主。当呼里摩兹的居民知道这件事后，他们就跑过去掩盖尸体，以免臭气污染空气，传染疾病。但是他们发现尸体的时候，尸体已经被热风烤焦了，四肢轻轻一触就脱落下来，因此只好把尸体就地掘坑埋葬。看到了吗？鬼魅热风进去就会被烤焦。马斯克 AI Grok 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告诉我，尸体如果出现这种四肢脱落的烧焦，需要300度以上的高温。所以从这里看，玄奘说的鬼魅热风真的是存在的。所以没事千万不要去沙漠里旅游，尤其不要去罗布泊。因为接下来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只有在罗布泊出现的特别现象，那就是
鬼魅。探险者在经过罗布泊的过程中，不断出现判断失误和导致最后死亡，这个不是巧合。从各种古籍记载中总结，人类进入罗布泊就会出现大脑反常。现在中国的医生称这种反常的现象为沙漠综合症。沙漠综合症分为2个阶段，第一是反应迟钝，思维滞后，做事开始比别人慢一拍，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幻觉。而且这种幻觉不仅仅是一个人在沙漠里出现的，而是集体幻觉。出现什么幻觉，怎么出现的，医学资料没有任何解释。第2阶段就是，如果从罗布泊沙漠中走出来，在进入城市的时候，人类就会对城市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好像是第一次来到地球的外星人一样啊，会看着这些大楼，或者是盯着这个行人一直看，然后发愣，一直看就是2-3个小时啊，非常诡异。这个可不是假的，这是记载在2004年央视国际编导胡永芳写过的一篇记录。当时他们去罗布泊旁边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去采访油田工人时写下来的资料。在采访中，他们就发现塔克拉玛干沙漠中超过6个月的员工都会出现时间感知错误，还有幻觉，原因不明。塔克拉玛干油田从2003年就开始实施轮岗制度，规定那里的工人在沙漠里工作不能超过90天，如果出现严重的沙漠综合症，幻觉加重，也不能直接送回城市医院，必须先转移至沙漠绿洲中度过7到50天，缓和之后再带回城市。如果直接带回城市，可能一下就疯了。这个是百度百科里写的，不信你们自己去查。所以之前2次罗布泊死亡事件很可能是因为沙漠综合症而导致意识迟滞，出现各种判断失误。另外再提一下，有人说我之前罗布泊的标注标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面，我要告诉大家，在古籍中记载，塔克拉玛干沙漠就是曾经的大罗布泊，西域36国就是在它周围。现在的罗布泊，地球之耳，只是它缩小成一个小湖泊后剩下的小沙漠。那问题来了，这种沙漠综合症是不是传说中的鬼魅啊？或者是玄奘提到过的幻觉或者是幻听？从科学的角度解释这种情况类似于单独接近关禁闭的那种作用。很多国家其实都发现，有些犯人在监狱里被关单人监禁的时候，就会出现认知障碍、抑郁、愤怒，甚至是精神病。尤其是他们的视觉、听觉还有味觉都出现极其生动的幻觉，3D 立体的。在1951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实验中，有19名志愿者在小房间里参加了这种实验。没有人可以在一个房间里坚持7天。等到他们走出来之后，研究结果显示，所有的学生都失去了长时间清晰思考任何事情的能力。然后有11个人看到了有人或者是非人类的脸出现，有2个人感觉到有邪恶的存在，非常恐怖。后来各种心理学实验也证明，只要是正常人，如果他被困在了矿井或者是北极探险一个人的时候，基本上都会出现这种单独监禁综合症。所以罗布泊里的沙漠可能就是有这种类似监狱里的监禁的感觉，会让人出现幻觉。所以这就要提醒大家，不管有没有抑郁症不要太宅了，没事多出去人多的地方走一走，呼吸一下空气吸一吸人气。一直宅在家里的话，可能就会出现抑郁或者产生幻觉。但是有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就是罗布泊不太一样，很多时候都是一群人在一起，有探险的，有古代的商队，还有石油工人，大家在一起工作旅行。他们不是独自被关在监狱里，他们是可以和别人聊天的，但是他们也会产生幻觉，而且是集体幻觉，这个就非常奇怪。根据记载，这些幻觉都会发生一件事，就是故意引诱他们偏离商道，进入沙漠深处，然后悲惨的死去，非常可怕。这件事也被意大利探险家马可波罗给详细的记录了下来。马可波罗说，当时他穿越罗布泊的时候，罗布泊非常大，如果他从最宽的时候走过，需要1年的时间；如果从最窄的地方穿过，需要1个月的食物。然后他就在游记中写道，这个荒原是许多可怕的幽灵住所，他们戏弄商旅，使他们产生可怕的幻觉，陷入毁灭的深渊。这是一个
众所周知的事实，有些旅人如果在白天睡觉或被其他事情所困，落在后面，而骆驼商队却已经转过山脚，不见了踪迹，那时他们就会突然听见有人在呼喊自己的名字，并且口音很熟，他们误以为是同伴的呼叫，就会跟着呼声走下去，而这恰恰误入歧途，迷失了方向，最后只好坐以待毙。如果在晚上，掉队的人会听见大队的人畜在道路的这边或者那边进行行走的声音，他们又会以为这是他们同伴的足音，于是他们就向发声的地方走去。等到天一破晓，他们才发现自己已经离开了大道，陷入了一个危险的境地。这些幽灵有时候在白天幻化成他们同伴的样子，呼唤他们的名字，并尽力引导他们离开正道。据说还有些人在经过这荒原的时候，看见一支全副武装的军队迎面而来，为了不被掠夺，这些人便夺路而逃，却因此迷失了方向，不知道往哪边前进，最后悲惨的饿死。据说这些幽灵有时会在空中发出乐器的响声、鼓声和刀枪声，使商旅们不得不缩短自己的队伍，采取密集队形前进。商旅们在晚上休息之前必须小心谨慎，要定下下一个前进的标志，来指出第二天要走的路，并在每只牲畜身上挂一个响铃，以便在失散后容易控制。这就是经过这个荒原时不可避免的麻烦与危险。所以有些事情科学也无法解释。下面我给大家看一个震惊的粉丝给我投稿的影片，是世界上徒步最远的人，现在穿越罗布泊第一人，被称为当代徐霞客的雷电生。这个是他亲眼所见，亲口所说。在无人区里面，你能听到远古的一些声音，然后这个光影的现象，还有人影的现象，一些幻象就在你眼前，不论是晚上还是白天，要么就是声音，要么就是现象。我解释不了，因为我也达不到那个层级，我只是有这么几次的经历。人影在你面前，就像海市蜃楼一样。对，有的是在山头上，离你有一段距离，它还有光环，它就是一个轮廓。只能是一个轮廓，就是人的形象。在柴达木盆地的时候，因为这个极端的趋势出现幻觉，其实也不完全是幻觉。说幻觉的时候是看到一大片云吗？那种呢是海市蜃楼，在沙漠戈壁天气非常好的时候，经常能看到有水、有房子、有森林、有牛羊。但是我知道那是假象，最开始也追过，但是追着就没了。其实我觉得是一种对生的一种渴望，我如何能走出去？大家听到了吗？雷电生说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他一生以来走过47000公里，全部中国的沙漠都走过了，但是看到沙漠里有人影，听到里面有人说话的这个事情，只有在罗布泊这个地方出现过。雷电生大家可能有点不太熟悉，他在中国探险界非常有名，曾经5次进入罗布泊。在2008年的11月，雷电生徒步了1100公里，经历31天，一个人走出了罗布泊。注意他走的时间是11月，非常冷，没有热风。然后大家知道吗？我在写稿子的时候写到这里都有点起鸡皮疙瘩，因为我之前查了关于沙漠综合症的相关信息，谷歌还有 AI 所有都查了一遍，发现中国医生说的这种沙漠综合症只有在百度百科里面描述罗布泊和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时候有，其他中文维基百科外国沙漠里都没有这个条目，非常奇怪。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也是记载他走了这么多沙漠，也只有罗布泊才有这种怪事。为什么？我会在后面告诉大家有一个线索。所以刚才的热风可能是自然现象，然后鬼魅幻觉也可能是和心理有关，但接下来真的就是物理实体接触的灵异事件了。这可能就是玄奘讲的至沙河间，逢诸恶鬼，其状异类，绕人前后，虽念观音而不能去。恶鬼异类到底是什么样子不知道，玄奘也没有说，但是这件事之前讲过的徒步第一人于春顺在罗布泊死亡的坟墓旁边。
有一个15年前我亲身经历的，但到现在我都无法用科学去解释清楚的怪事，就发生在罗布泊。这事可能有不少人也听说过，就是于春顺目前那个黑影。我今天跟大家具体再说说。事情的经过是我08年徒步穿越罗布泊，走的第18天的时候，就走到了罗布泊湖心。在那个湖心附近，也是我国著名的徒步旅行家于春顺1996年在挑战徒步穿越罗布泊时遇难的地方。于春顺大哥是我的偶像，也是我走上徒步中国道路上的一位精神导师。于大哥在罗布泊遇难后，他的朋友们就在他的遇难地给他盖了一座坟墓。我走过罗布泊湖心后，又专门去了他那个墓地去祭拜于大哥。于春顺大哥在世的时候，我和他其实只见过一面，那还是在1989年。我当时还没有开始徒步走中国，在东北的大兴安岭一个林场工作，而于大哥当时已经徒步从上海走到了大兴安岭，正巧路过我在工作的那家林场，我们就这么相遇的，但不能说认识。我当时就是个小粉丝，见到了偶像。我跟于大哥说，我以后也要像您一样徒步走中国。于春顺大哥就鼓励我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所以说他是我的精神导师，我的指路人。所以当我来到于春顺大哥墓前的时候，心情很复杂。那个时候离我们在大兴安岭见过的那一面已经过去了19年，天人永隔。我在墓前给于大哥敬献了一瓶啤酒、一瓶水和一个梨，我自己在墓前也闷了一瓶啤酒。我走到了墓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5点半左右，等祭拜完喝完了酒，天色也将晚，但我还想再和于大哥多待一会儿，我就决定今晚就睡在墓边。然后我就在离墓碑大约有30多米左右的地方一块平地搭起了帐篷，晚上钻进去休息。当我钻进帐篷里，就坐在帐篷里面写日记，每天都写日记。当我写完日记，心情很激动，因为明天我估计要找到楼兰古城。当写完日记躺下的时候，也是9点左右，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突然，一个方方正正的一块黑色的物体，就像一个小毛巾一样，一下子把我整个脸就盖住，一只手捂着嘴，一只手掐着脖子，我上不来气。这时候我就把我那每天都出鞘的那把刀手摸着之后，我就来回砍了半天，一个小黑影嗖一下就出去了，我一下就起来了。起来我就朝着墓地去看，因为我的头就冲着墓地，结果我的内帐就是帐篷的内部那个拉链有20多公分没有拉上，直到今天我不知道是一种现象还是我大意了没有拉上，因为内帐它是防蚊虫。然后我又打开内帐，把外边的帐篷链打开，我用刀挑起来之后往外面看，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动静。方圆几百公里，就我和于大哥的墓地这么一个分包，这样我在里面吓得很害怕。你害怕也没有办法，半夜也没法走，我还是要继续在这待在帐篷里面。然后我就躺一会儿，11点左右，晚上11点左右，就听坟的附近离我的帐篷也就几十米远，似哭非哭，似笑非笑，时长也就是在几十秒、1分钟左右。那个时候我的那种害怕的程度，你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不敢再躺下了，就抱着那把刀，对着那个他的墓地就在那坐着。这个声音断断续续，有好几次，到凌晨4、5点钟，声音没有了。等天亮的时候，已经是7、8点钟了，因为那时候天黑的也晚，亮的也晚。我拖着疲惫的身体收拾我的东西，装完了之后背上包拎着刀在那墓地转了好几圈，没有任何的就是奇怪的东西。这是我在10年里只有2个晚上没有睡觉，没有敢睡觉，这是其中的一个晚上。那个晚上发生的怪事还有那个黑影，我到现在也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前面讲过有沙漠综合症可能会引起幻觉，但这个事儿我很清楚，它跟沙漠综合症完全不一样。可能我也没有怎么上过学，我用自己知道的那点科学和野外知识没有办法解释这事。雷电生他不是在编故事，他是一个非常著名非常有名望的人，他在重要的演讲还有自己著作的书中也都写了这一段。他也说到，一个人徒步旅行背一大堆东西，每天走路都很疲惫，一躺下就睡，但是他一生只有2个晚上没有睡过觉，一次是晚上遇到过20匹狼，另一次就是在罗布泊于纯顺的墓地旁。大家可以看看他写的31天穿越罗布泊。我以前也讲过，冯小兰去新疆驻边写了一本书叫做《阅微草堂笔记》，当时就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全程都是这种鬼哭狼嚎的窃窃私语的。当地驻兵就说在罗布泊死去的人你要给他发通关文牒，否则鬼魂进不了关。就是这么诡异纪晓岚就咔咔咔的给他发写文牒，没办法。雷电生前辈现在还在抖音上有账号，我发影片的时候艾特他一下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跟他直播连线，给我们全球的华人介绍一下他探险的经历。接下来重点问题来了，就是为什么罗布泊这里出现了这么多奇怪的事情？很可能是在上古这里真的是存在一种外星生物。
清代官员裴景福被放逐新疆的时候，写了一本记录，叫做《海河昆仑录》，其中记载：旧闻罗布卓尔万圈永地如星立天，罗布卓尔居36国之中。罗布卓尔就是罗布泊啊，这里记录罗布卓尔就是塔里木盆地的正中央，周围就是36国。然后他和玄奘也都记载了，在这里有些地方有很多淤泥沼泽，看起来像丛林一样，人不能至。然后这里是群龙枯宅其中，时出于马廄，其廄也，绕马身数匝，纳尾于牝，霞之腾起，黑云团之，雷雨屹立，须臾云覆马堕而运成矣。这些沼泽里住的都是龙，然后这些龙出来和马交合，在黑云和雷电之中飞起来，生出混血之马，叫做龙马。然后里面继续写道，这些马比平常的马看起来更加高大啊，脖子特别长，隐隐约约看到有翅膀，身上还能看到鳞片。群马一起玩的时候，这个龙马就独自一个人在后面垂头丧气的啊，浑身非常脏。只有当它雷暴产生的时候，龙马就在草原上驰骋，雷电就会咔嚓一下劈在龙马身上，雷火缠之，但是它全身不会烧焦，也不会淋湿，而且它们非常凶猛，长大之后它们就会回到普昌海。有人见过它们和老虎搏斗，它的马鬃竖起来啊，就好像狮子一样，然后还可以断虎一爪啊，非常厉害。所以这种记载很可能就是暗示这种龙族可能就有点像电影里的异形，它们可以和任何哺乳动物进行结合，比如人类或者是什么铁血战士，然后生出来的生物就可以带上各自基因啊，非常魔幻。然后我再给大家看一张1710年日本画的世界地图，看完大家就会震惊。这个地图叫做南赡部洲万国掌国之图。大家看，这里是阳关，西出阳关无故人，出了阳关就是玄奘路过的流沙河，然后流沙河再往西就是小浦上海，接着往西走啊，这里面就有很多河流，这里就是当年的塔里木盆地，里面就是西域36国。然后大家再想一下，这些河流的水是从哪里来的啊？西边我们再往西走，看这怎么有一个漩涡啊？这个漩涡什么意思？我在台湾漩涡的秘密中讲过了，但是这里也有一个漩涡，而且是地球上的巨大漩涡。这个地方叫做阿诺达池。阿诺达来自梵语 Anavadabda， 佛教中为无热池，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叫它为阿那婆达多池。大毗婆沙论俱舍论中记载，阿诺达池位于大雪山以北，相对山以南，池周800里，以金银琉璃4宝装饰岸堤，池水清澈，含金沙，龙王居于其中，名为阿诺达。明代诗人唐顺之写道：葱岭未消阿诺水，竹林忽散曼陀花。现在的阿诺达池大家可以看一下地图，在塔里木西边的雪山之上，它的水已经变成了一个小池塘，而龙族也可能消失不见。有一部分藏族人是不吃鱼的，为什么？因为雪山上的湖里有龙啊，不敢去那边捕鱼。所以从传说来看，罗布泊里的幻影、鬼哭声还有沙河异类攻击人类的事情，很有可能是跟传说中的龙族有关。我以前在佛经蜥蜴人的秘密中讲过，佛经里都说过龙族是可以隐身，而且可以化成人类。在海龙王经中记载，龙族出生害人，它可以发出高频的声波啊，控制人类的大脑，而且只有当它在交配、死亡、发怒和睡觉的这个时候，龙族的大脑电波才不能控制人类，人类才能看到他们的真身。在大般涅盘经中写道，龙有4毒，闻声啊，龙和人类说话；见形啊，人类见到龙；气虚，龙给人呼口气；或者是触身啊，人类碰到龙身啊，皆能害人。只要龙一出现，人类基本上就丧失行动力了。所以从这里来看，这龙族的大脑是完全可以一出现就可以控制人类，像美杜莎一样，人类一见到就变成石头一样，动不了。今天的故事还有一半没有讲完，剩下的是《河海昆仑录》里面记载的一次龙族跟人类的遭遇事件。
还有另外一个人发来的，他们3个人在罗布泊风暴中听到的诡异东西啊。然后最后一个故事就是新疆退伍老兵在夜间侦察的时候看到的诡异景象，这个我都会在会员节目里给大家讲，这个不能公开讲啊，有点那个。最后还会讲一下沙漠之王的民族阿拉伯人的古兰经中啊，先知穆罕默德提到的关于这件事情的秘密。好了，最后的总结就是看这个古书啊，看历史真的可以保命。古书里都把罗布泊所有的危险都写下来了，有些人不看他们就进去了啊，非常危险，所以一定要看尼可拉斯杨的频道。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感谢各位团员和会员的大力支持，请帮忙点赞、助推和留言，把你想听的故事也都告诉我，我们下期再见。